好，我们接着上课。接下来就剩最后这一块贴线了。那么这个地方它属于差分输入，是吧？我们需要把电感找出来，复制3份就可以了，再拉几个电容就可以了。一般这个地方就按照它的 data sheet 参照着来做就可以了。那么一般呢，有2个电感组成类似于桥这样的，类似于一个桥，还有电容。这个电容可以取得小一些，它在这里主要起震荡的作用。我们取个 2.2 纳法的，这个地方需要对它供电。这个之前它还是要接地的，这个地方需要对它进行供电。供电的话，由 VDD-PA 这边来进行一个供电，把它列出来，这样就提供一个能量源。这里是差分的一个引角接到这2个电感的终点，另外一个角呢，这里连上去，这里连起来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一个电容跟着它。当然，这个地方我们说一定要紧挨着它，而这个电容呢，可以放得远一点，因为电容阻抗低嘛，放远一点也没问题。同样，这个电容也可以放远一点，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2个电感则必须紧挨着元器件，而且布线的时候就沿着这样走，这是它的一个回路，一定要沿着它，不能走 Z 字形，沿着 Z 字形放是不行的。好，电容过去，我们还要有一个电感，我们把它一放了，一拉，我们这里还要有一个电容接地，这边我们说还要有一个电容，类似于一个派型滤波，把这边拷贝过来，这样就 OK 了嘛。我们是要做一个贴线，假设我这里就取蓝的，让那个线宽大一点，这个就代表了贴线。我们这里的贴线没有在板子上面走，之前我们做其他产品是在板子上面走的。这里的话，这个无人机我们是用了一根铜丝，大家也看到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里需要有个焊盘，2个焊盘，而且这个焊盘一定要紧挨着它放。这个地方就是由电感、电容组成的这个网络，我们沿着它向外去走。另外呢，谈到这个贴线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贴线是属于单极子贴线，也有把它称之为这个叫做跌状贴线的。这个贴线的话，它这个长度是有要求的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长度是怎么得出来的？长了也不行，短了也不行。那我们目前这个频率是 2.4 吉赫兹，对不对？频率是 2.4 吉赫兹，这个贴线的长度它要的是1/4的这个波长。那么我们来算一下1/4波长这根贴线到底有多长？频率我们用 F 表示 ，F 等于 2.4 乘以10的9次方，单位是赫兹。那么我们大家都学过，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C， 用 C 表示 ，C 等于 3.8 乘以10的8次方，单位是米每秒。那么我们算一下，用波长用伽马来表示，等于一个速度除以一个频率。那么这个是具体多少的？我们算一下啊，等于 0.125， 单位是米啊。那么我们再来看它1/4这个波长贴线的长度，我们用 L 来表示，等于 31.25 毫米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算了一个贴线的长度。我们所有的贴线都按照这个长度进行一个解。另外我们也要考虑贴线的一个增益，贴线的增益也是我们要去考虑的。还有一个贴线的阻抗匹配，当然这个也与材质啊、电容、电感啊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，全部都是有关系的。贴线这块我们后面还要出详细的视频去讲一讲这个东西。这里的我们先弄个大概就可以了。贴线这块我们也遇到了问题，包括我们做其他产品都会遇到问题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把无人机全部的原理图都设计出来了。
整部视频下来，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是怎么从零到有，一步步把它设计出来，对不对？首先这个需求分析，然后资源评估分析，资源分析对单片机内部的资源进行了分析，然后再读单片机的 data sheet， 再根据这个 data sheet 配置这个资源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外部电路的一个设计，一步一步，每部电路设计的时候还要考虑 EMI 啊，考虑走线啊，还要考虑工艺加工各个方面的，是吧？那么这样一步步把它做出来，所以说这个里面这部视频就是我们讲原理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次，内容特别的丰富，说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这个走线与原理图的关系啊，以及 EMI 与这里面的一些关系啊，这个是本质，这个也是我们说 EMI 的一个源头。实际上还是要求我们对电路基础比较扎实，要深刻的理解源啊、回路啊、阻抗、功率、斜率、阈值这些东西。掌握了这些东西之后，那么对我们整个电路的设计都是很轻松的事情，相对来说很轻松，不会出现多大的问题。那么下一个视频我们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这个 Layout PCB 板也是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的，以后所有的 Layout PCB 都可以遵循这样一个原则。那么我们先不谈怎么把 PCB 布置得多么的好看，但至少 Layout PCB 出来以后，我们要争取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这个时候再去做电池接容的时候，可以很轻松的就去把它过掉，这是我们的初衷和本质啊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，这一部原理图的视频就算结束了，谢谢。